属性搭配最差的5只宝可梦。在宝可梦里，属性搭配关乎着打击面和抵抗面。打击面还好说，只要技能池够丰富，那还可以弥补，但抗性不好，这就是怎么也没办法的了。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属性搭配最差的几只宝可梦。1. 派拉斯特，虫系加草系。派拉斯特是出现在第1世代的宝可梦，而它的伞菇散发出的毒孢子也是能够用来入药的。但比较细思极恐的就是，在从派拉斯进化成派拉斯特后，它背上的蘑菇就会不断吸取虫子身上的养分，就像个寄生体一样。最后甚至是蘑菇在主导派拉斯特的思维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呆呆王，毕竟呆呆王似乎也是被头上的贝壳所控制的。言归正传，派拉斯特在属性上是虫系加草系的宝可梦。虫系的打击面就不说了，所有宝可梦里最拉的就是虫系的打击面了。当然最离谱的还是这个属性组合的抗性。正常情况下，派拉斯特不仅4倍弱飞行系，4倍弱火系，毒、炎、虫、冰都对它有克制。如果再算上特性干燥皮肤，派拉斯特就是前所未有的5倍弱火，恐怕连个火苗都很难顶得住，是真的不行。2. 马纽拉，恶系加冰系。马纽拉是恶系加冰系的宝可梦，在动画里它大多数情况都是出现在反派或小只劲敌的手里。如果只看属性的话，搭上冰系就没几个抗性好的，像是马纽拉不仅4倍弱格斗，还有岩石、虫、钢、火、妖精5个弱点，而这些弱点又有几个是比较热门的属性。再加上马纽拉的扎耐久基本上绑定了70披带，当然马纽拉的速度快，攻击也还不错，加上冰系打击面和恶系丰富的技能还是很强的。3. 班基拉斯，炎系加恶系。班基拉斯是第2世代的准神，也是所有准神里的常青树，无论是超进化时代还是极巨化时代，那它都能混得风生水起。当然属性也是班基拉斯最大的弱点，即便是它能利用弱点保险提升输出，自身耐久也高的离谱，再加上天气提升特防还是非常肉的。但有时候碰到5道雄狮这样的天敌，那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这主要原因还是恶系加炎系的抵抗面是真的太拉垮了，带来高打击面和丰富技能池的同时，还带来了4倍弱格斗、2倍弱地面、虫、钢、水、草、妖这7个属性的弱点。仔细想想，宝可梦里总共才18种属性，和班基拉斯有关系的就已经占了一半。要是这个属性放在别的宝可梦身上，那真就直接白给了。4. 普通雷冠王，史拉比，超能系加草系。骑马的雷冠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但是没骑马的，我想大家可能印象都不怎么深。但如果仔细观察它的属性，就会发现它居然还是草系的一级神。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，毕竟没有人真会用它。而雷冠王本身是超能系加草系的宝可梦，但却不是唯一的拥有这个属性组合的，还有史拉比。属性反过来的草系加超能系的还有椰蛋树。但超能系的打击面懂的都懂，超梦火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属性是纯超能。这个组合搭配的好处就是有6个抗性，但同样的也有7个弱点，其中还是4倍弱虫系，所以大部分时候都宁愿抗性少点，也不愿意弱点太多。而这些宝可梦冷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5. 白马雷冠王，超能系加冰系。这种属性组合的宝可梦有不少，像是大家熟悉的迷船姐就是冰系超能系的。当然这些宝可梦都没法和白马雷冠王相比，在骑上雪豹马后，雷冠王就只会保留第1属性，然后第2属性草系就会被替换成马的属性。而林有马也是同理，当然在动画里雷冠王可是一直都没有出现，所以还是有不少小伙伴是不认识他，但看到属性就知道这也是和班基拉斯一样属于抗性差、耐久高的宝可梦。不过它比班基拉斯好的地方就是没有4倍弱点，而且还有极强的专属招式血毛，是个非常离谱的宝可梦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，你们还知道哪些属性差的宝可梦呢？